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语境书画。今天我们继续翻开《破译宋美龄长寿密码》这一卷的标题特别直接，养生8法。8个方法，说白了，就是宋美龄自己用100多年的人生总结出来的一份长寿说明书，比市面上那些9块9的减肥书靠谱多了。先说一个让人惊叹的细节，这位老太太活到106岁，走的时候脸上没有老年斑，几乎没有皱纹。普通人到了70、80岁，脸上多少都会留下岁月的证据，可宋美龄好像跟时间达成了什么私下协议，对方还没按合同履约。研究她的人都说这不科学，可翻开这一卷你会发现，这背后没有仙丹，也没有什么秘方，全是些日复一日的笨功夫堆出来的，说穿了不值钱，但是真的很难坚持，大概比戒奶茶还难。第一个秘密藏在她的牙齿和皮肤里。宋美龄一辈子偏爱素食，尤其是每餐必有的蔬菜沙拉，堪称当年的沙拉刺客。营养学家后来分析，长期素食的人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都比较低，血液干净了，老年斑自然就少。她的丈夫蒋介石就没这么幸运了，早早就装上了满口假牙，据说西安事变逃命的时候，慌乱中还把假牙落在了床头，堪称民国版出门忘带钥匙。宋美龄却一辈子几乎没有牙病，到106岁牙齿还是自己的。你看，同一个屋檐下，饮食习惯不一样，结局能差这么多。第二个秘密藏在她的头发里。你可能见过老照片里她那个几十年不变的包包头，很多人以为那只是造型偏好，其实这是一套精密的护发工程，比不少美妆博主的教程还严谨。她坚持用木梳子，绝不用塑料梳子。她说塑料梳子摩擦生静电，会伤发。每天早晚各梳20下，多一下不行，少一下也不行，简直比健身教练还严格。梳完再涂一层护发油，然后把包包头扣在外面。说白了，这顶假发套不是为了好看，是给真头发当一顶遮阳帽用的，功能性拉满，颜值只是附赠。难怪到了100岁，她头上白发都没几根。她对洗头这件事也毫不将就。士林官邸的自来水碱性偏高，她嫌弃，于是定期跑去台北圆山大饭店，就为了用附近剑潭山的天然温泉水洗头，堪称最早的洗头刺客，为了水质专门跨区消费。更绝的是，理发师每次想用电吹风帮他吹干，都被他一口回绝。他说热风会带走头发里的水分，宁可让头发慢慢阴干，也不许沾电吹风。这个习惯他坚持了几十年，一直到1975年离开台湾。放在今天，大概会被吐槽太麻烦，可正是这种麻烦，撑起了他那头百岁不白的头发。第三个秘密是他的喝水哲学。宋美龄晚年只认蒸馏水，普通矿泉水她一律不喝，连喝口水都要讲身份的。她还专门写信去问一位美国养生学专家，为什么普通泉水不行？对方研究了半天，告诉他，矿泉水虽然营养多，可长期接触地下矿物盐未必是好事。蒸馏水看着寡淡，其实杂质更少，喝进去反而更容易促进新陈代谢。除了白开水，他还偏爱绿茶，不是茉莉花茶，也不是红茶，就认准绿茶，理由也实际，护牙、清口腔，还能帮血管年轻一点。逢年过节，他也喝一点红葡萄酒，据说是因为葡萄皮里的白藜芦醇能抗氧化。一个人对着一杯水较真了几十年，这份执着比很多今天的养生博主都专业，可惜没有流量。第四个是流传了几十年的都市传说，宋美龄用牛奶洗澡。这事儿一度被侍从和御医们集体辟谣，说官邸每天送来的牛奶量根本不够洗澡，而且洗完还黏糊糊的，谁会喜欢？可是2003年她去世以后，最亲近的侄女孔令仪却亲口证实是真的，只是没那么夸张，不是泡在牛奶里，而是洗完澡后把鲜奶轻轻抹在皮肤上，一边抹一边按摩，
1周顶多2次。你看，谣言有时候也是3分真，7分演绎，跟今天的营销文案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其实宋美龄跟牛奶的缘分早在南京时期就开始了，而且完全是理性消费。她在重庆生活时一度患上低血压，吃了各种升压药都没用，血压忽高忽低，捉摸不定。后来医生查出来，问题出在最近新来的川菜师傅手重，菜里盐放多了，那一超标，血压就跟着乱。而牛奶里的钙恰好能对抗钠的作用，每100克牛奶大约含110毫克钙。说来也巧，他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牛奶，血压真的稳住了。于是牛奶从爱喝升级成了处方饮品，一度3餐前都要喝上1碗，堪称民国版看数据养生。有意思的是，宋美龄还是个矛盾的爱花人。她一辈子痴迷花草，士林官邸的花棚几乎是她的第2个家，可她偏偏皮肤敏感，一碰某些花粉就红肿发痒，五色梅、夜来香、黄花杜鹃都曾让她过敏到彻夜难眠。爱花爱到能为她生病，又舍不得放弃，堪称民国版作死式养花，这大概是她身上少有的不理智，却也格外真实可爱。他还特别欣赏张学良养兰花的那份痴情。张学良曾说自己被软禁在贵州阳明洞时，全靠看着兰花才熬过了那段最难的日子。兰花对他来说，与其说是爱好，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救命稻草。1961年，两人还互赠过兰花品种，一来一回，倒像是隔着高墙的一场君子之交，也是这本书里少见的一点温情。最后一个是心境。台湾元老张群80岁大寿那天，宋美龄专程登门请教长寿秘诀。张群说，不是不吃美食，不是拼命锻炼，而是不要让自己不痛快，也别让别人不痛快。这句话他记进日记，反复琢磨了很多年。唐代药王孙思邈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名利放不下，是养生第一难。2000年前的智慧和今天的情绪管理课讲的其实是一回事，只不过古人说的更简练，也更狠。好了，今天先聊到这，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个赞，让更多观众也能看到。下一集，我们接着看他怎么应对困扰他多年的失眠，还有他面部除皱的独门土方，据说和猪蹄脂有点关系，听起来一言难尽。想知道具体怎么操作，记得点个关注。我是 Feather， 我们下集见。